大家好，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阿拉斯加偏偏，今天和大家说一说《唐人街探案2》。视频分3大部分，首先是剧情概述，然后聊一聊电影的一些彩蛋和致敬，最后是个人认为电影成功的地方和不足之处。故事一开始，秦风受唐人邀请来纽约参加他和阿香的婚礼，一进大厅，秦风就推理出唐人找他来根本不是来参加婚礼，而是请他来破案的。房子的主人是唐人街教父七叔，他的孙子前几天被杀，七叔得了绝症，命不久矣，悬赏500万搞了个侦探大赛追查凶手，邀请了在侦探游戏 APP 上排名靠前的几位，其中就有排名第3的日本侦探野田昊，排名第5的香港女黑客 Kiko， 排名第9的美国特种兵等等等等。秦风作为男主排名第2，排第1的则是一个代号为 Q 的神秘人。秦风最恨别人骗自己，所以撂挑子不干了。这里有一个 bug， 秦风本来就是个侦探迷，唐人只要告诉他这里有世界各地侦探都会参加的侦探大赛，这小子绝对屁颠屁颠的就自己跑过来了，根本没有必要以结婚为由骗秦风来。事实证明，后来秦风也确实因为对案子感兴趣又回来了。然后女警官登场给大家介绍案情，尸体于上午10点多在灶王庙发现，被人挖走了心脏。根据杀人手法，凶手应该是个左撇子。女警官还给出了凶手的侧写：男性，华人，独身，受过教育，有正当职业，有亲人在非正常情况下过世。一行人来到了案发现场灶王庙，唐人意外发现死者旁边的桌子底下有一个神秘的符号。此时有人提到1周前发生的另一起杀人案，一个白人女性被挖走了肾脏。两个案子很可能有所关联，因为大部分凶手都会在案发后回到现场，所以秦风和野田昊以32倍的速度回看了2个案发现场的监控录像，发现了同一个人。女黑客 Kiko 立马就人肉出了这哥们叫宋毅，是黑在美国的非法移民，有一个妹妹在1年前失踪，完全符合警方的侧写。七叔放下话来，谁先抓住凶手谁就能拿到500万，还对自己的干儿子陆国富说，要是抓不到凶手，自己的遗产就全部捐给教会，他1分钱都拿不到。野田昊认为这个案子已经没啥悬念，而自己也不缺钱，所以就飞回了日本。秦风运用一种叫做曼哈顿计量法的数学模型，推算出了宋毅居住的地方，又对那里的大姐施展美男计，得知了宋毅工作的地方。然而秦风却发现宋毅并不是左撇子，但是随后赶到的陆国富才不管那么多，直接绑走了宋毅。为了避免夜长梦多继承不了遗产，陆国富让手下在半路杀人灭口。躲在厕所里的秦风和唐人偷听到了他的阴谋，两人为了找到真凶救出了宋毅。宋毅说自己没有杀人，他也是个侦探，所以才会出现在2个案发现场。宋毅求秦风找到真凶，还自己一个清白。3人来到了另一起案发现场，又发现了那个神秘符咒。为了弄清这个符咒的意思，唐人找到自己的师傅南派墨家拳掌门人莫有钱。秦风再次施展美男计，从莫有钱口中得知，这个符咒叫做镇灵符，是为了让死者的灵魂束缚在案发现场不可超度。在市立图书馆就有一本书介绍了这种符咒，宋毅找到了这本书，但是发现其中1页被撕掉了，这一页很可能就是破案的关键。秦风只好拜托 Kiko 帮自己调查被撕掉的那页，而从 Kiko 给出的借阅名单里，秦风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宋毅。难道宋毅才是真凶，一直在扮猪吃老虎？宋毅提议大家晚上去公园凑合一宿，万万没想到在公园刚好碰到了凶手正在杀害第3名死者。看来这个宋毅并不是凶手，他也向秦风和唐人坦白，自己的背后一直有侦探排行榜第1名的 Q 在指点，所以才会2次出现在案发现场，并且借过那本书。为了得到第3名死者的信息，3个人又乔装改扮潜入了验尸的法医所在的医院，得知这次的死者被挖走了肝脏。在医院里，秦风、唐人和宋毅走散，2人被陆国富的手下抓住。在牢里，他们回顾了3起杀人案，并在唐人精通的风水五行，终于找到了3起案件的联系。第1起案件发生在灶王庙，属火，死者被挖走心脏，心火炎炎，属火，而死亡的日期时辰也属火。第2起案件发生在河边，属水，死者被挖走肾脏，肾水不齐，属水。第3起案件发生在公园里，死者被挖走肝脏，这些都属木。秦风凭借过目不忘的本领，告诉了唐人3名死者的生辰八字，刚好就是火水木3种命格，也就是说凶手是按照五行杀人，杀满金木水火土5人，取5人内脏炼丹。唐人根据五行推测出下一起案件就在今天。秦风回忆 Kiko 传来的撕掉的那一页，试图通过自己大脑的记忆迷宫推算出案发的详细地点，但是失败了。所以这一段纯粹是为了秀特效的嘛。Kiko 赶来救出了秦风和唐人，原来他早就给秦风的手机设置了定位，想借助秦风的力量帮自己找到凶手。秦风通过手机地图终于确认了第4个案发地点糖厂。随着 Kiko 收到消息， Q 也推理出了下一个案发地点在糖厂，并告诉了所有侦探。秦风、唐人和 Kiko 赶到时，发现宋毅也在那里。警方通过洛卡的物质交换原理，在3个案发现场都发现了糖，说明凶手在此之前很可能去过糖厂踩点，所以警方也赶到了糖厂。众人发现第4名死者不是别人，正是七叔的干儿子陆国富。所有侦探包括秦风、唐人、宋毅都被关进了警察局。此时唐人的一句话再次提醒了秦风，凶手是如何得知几名死者的生辰八字的呢？秦风让 Kiko 调查几名死者的联系， Kiko 用自己身上的各种装饰物拼出了一台电脑，这一查发现几名死者都在同一家医院就医，就是法医他们家的医院。秦风回想起来，自己那晚见了凶手时，凶手曾拿出手术刀，死者伤口都是 Y 字形，是医生开刀的常见手法。而3人潜入医院时，秦风也发现这个法医就是左撇子，而法医妻子是华人，已经去世。那本书的借阅名单里也出现了法医妻子的名字，也就是说法医除了自己不是华人，其他完全符合警方的侧写，他才是真正的凶手。此时女警官已经前往这家医院，而唐人说他的生辰八字全部属土，他很可能就是下一个遇害者。最终在其他侦探的协助下，秦风、唐人、宋毅逃出了纽约警局，来到了医院，发现医院的密室里居然有一座道家祭坛，3人和真正的凶手法医搏斗，秦风险些坠楼被宋毅所救，而法医作为大 boss 当然免不了要打一顿嘴炮。他说自己得了绝症，因为妻子是华人，所以后来痴迷中国道家文化，想出了杀人炼丹的方法，还说自己作为医生救过成千上百人，牺牲几个死者换自己的命，让自己能救更多的人，难道不应该吗？我就是
当时看到这里，我就想，要是这时候唐人一脚把这货踹下楼梯，就是神作了啊！当然不可能了。最后，秦风用一番做人的鸡汤道理总结：他这法医曲解了道的意义，白天当医生救人是神，晚上当凶手杀人是兽，将阴阳割裂走向了极端。但是道家讲究阴阳调和，神和兽中间还有最根本的人性。凶手听完了，居然也没挣扎反抗，直接抹脖子自杀了，就是这么倔强啊！和第一部一样，即使凶手落网以后，最后还是会有翻转。上次是小女孩斯诺，而这次的隐藏 BOSS 则是宋轶。他在秦风坠楼之后，条件反射用左手救了秦风。原来他确实是左撇子，一直在伪装。那本书里少的那页就是宋轶死掉的。为了就是不让秦风发现凶手杀人的逻辑，他故意把秦风、唐人带到公园，就是为了让他们目睹法医行凶，洗脱自己的嫌疑。秦风和唐人在医院被抓，也是宋轶告的密，这样他俩就不会破坏自己的顺风车杀人计划。谋划5行杀人的确实是法医，但他杀的第4个人不是陆国富，杀死陆国富的是宋轶。他把尸体调包成了陆国富，在准备开车处理另一具尸体的时候，发现秦风和唐人提前逃了出来，所以只好装的是收到 Q 的消息刚到，证据就是后备箱里的另一具尸体，以及能证明宋轶是左撇子的粉笔。陆国富一直在干人口贩卖的生意，宋轶妹妹很可能被陆国富拐卖，所以宋轶才要杀他报仇。秦风说宋轶根本就不是背后有 Q 指点，他就是 Q 本人，和上一部放走斯诺一样，这一部秦风再次放走了宋轶，他似乎只是为了寻找真相，并不在乎凶手是否会落网，所以将来秦风很有可能会黑化。好多人在纠结到底谁是 Q， 按照剧情秦风的推理 Q 就是宋轶，但是片尾 Kiko 又说 Q 不在美国也不在加拿大，我感觉就是导演故意放出的烟雾弹。一个天才当然有办法隐藏自己的行踪，导演这么做就是为了激起大家的讨论。有人说 Q 是宋轶的妹妹宋茜，也有人说 Q 是上一部的小女孩斯诺，甚至还有人说 Q 是唐人，是秦风他爹。 Q 有可能是任何人，甚至可能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神秘的犯罪组织。大家静静的等待续集上映就好，当然续集填不填这个坑也不一定。第一部的彩蛋里，秦风和唐人是被纽约的陈先生邀请到纽约来破案的，但是到了第2部就完全抛弃了这个设定。接下来我们聊一聊影片的一些彩蛋和致敬，比如提到了不少关于刑侦推理的专业术语，侧写只通过罪犯的行为方式分析他的动机、行为、心理特点，从而对他的体貌特征和活动真相进行描绘。曼哈顿计量法，这应该是电影原创的叫法，原型是19世纪的赫尔曼·明可夫斯基提出的一种几何学用语——曼哈顿距离。麦当劳3要素指连环杀手大多具有3种行为：药床、纵火和虐待动物，由精神病学家约翰·麦克唐纳于1963年提出。洛卡德交换理论认为犯罪的过程实际是一个物质交换的过程。20世纪初，由法国著名刑侦学家爱德蒙·洛卡德提出。秦风、唐人和宋轶3个人的名字刚好对应了中国古代最有名的3个朝代，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不给他们起名叫小白、小黑的原因。参加侦探大赛的很多侦探也是有原型的，排名第7的印度通灵侦探原型应该是英国吉普赛女侦探内拉琼斯，排名第12的双胞胎侦探有可能是致敬了《丁丁历险记》中的汤姆森双胞胎，排名第15的墨西哥夫妇原型可能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汤米夫妇，排名第17的小女孩和男管家这一对 CP， 有人说是致敬了柯南，我感觉应该是致敬了东川笃代的侦探小说《推理要在晚餐后》，而管家拿着烟斗戴着玲珑帽的造型则致敬了福尔摩斯。坐在轮椅中的侦探不是致敬某个人，而是致敬了安乐椅神探这一种侦探的类型。片尾宋轶对着镜头说话的一幕，我第一时间想到了韩国经典犯罪片《杀人回忆》的结局。好了，接下来就是最后的部分，我对这部片子的一些观后感。喜剧和推理其实是2个相冲突的元素，喜剧是轻松活泼的，推理则是紧张严肃的，而唐探系列将这2种元素有机融合，这也是它能票房大卖的制胜法宝。那它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关键就在于角色设定。如果一部喜剧需要2个主角，那基本都会采用一种经典喜剧组合：没头脑和不高兴。很明显，在唐探里，唐人是没头脑，秦风是不高兴。没头脑的没头脑总是让不高兴，从而制造笑点。有王宝强参与的喜剧，他几乎都是演没头脑，比如他在《人在囧途》和《泰囧》里就总让徐峥不高兴。其他很多经典喜剧都是这种搭配。《少林足球》里，周星驰是没头脑，吴孟达是不高兴；《夏洛特烦恼》里，玛丽艾伦是没头脑，沈腾是不高兴；《缝纫机乐队》里，陶山是没头脑，大鹏是不高兴。一些喜剧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搞清楚谁是没头脑，谁是不高兴。比如《大闹天竺》，王宝强、白客、岳云鹏和柳岩，每个人看上去都很没头脑，所以整体给人感觉就是一出闹剧。前面说了，喜剧是轻松活泼的，推理则是紧张严肃的，还有没头脑和不高兴的双男主设定，刚好可以让2个人分别负责喜剧和推理的部分，形成互补和反差，让推理的部分不那么枯燥，也让喜剧的部分更具笑点。最后再补充一点，我觉得这片子不够好的地方，那就是喜剧的部分太过荒诞，比如整部电影的第一个笑点，来干哈？这里的笑点在于黑人会说东北话，但是一个在美国签证的工作人员几乎是不可能说出来干哈这种东北方言的。与之类似的还有一排素质过硬的专业警察，居然因为看到尸体集体呕吐，主角为了不吸引眼球，所以要变装，结果换成了反而更加惹人注目的女装，荒诞过头就有点雷人了，明显是为了搞笑而忽略了一部分逻辑，尤其是侦探大赛完全就是个噱头。这些参赛侦探的造型故意设计的一个比一个夸张，除了女黑客还有点用，其他人存在的价值就是帮助秦风3人组越狱，这就是我认为《唐探2》不好的地方。喜剧的处理过于荒诞，太闹腾了，不够高级，导致推理部分的严肃感也被削弱了。不过第2部为了迎合春节档，整体走的就是热闹喜剧的路线，而非第1部的写实风，所以大部分观众在影院里是能够接受的。但是如果你现在再看第2遍的时候，很多当时让你笑出来的桥段会有点尴尬，而且用了很多网络老梗。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 Hello KTV？
唯一让我觉得意外和惊喜的是黄西打的那个租车广告，还有王宝强的那句这才叫大片。这种打破第四面墙的手法，目前在国产喜剧中并不多见。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吧。因为这部电影很多人都看过，所以我才在剧情之外多说了几句，也不知道你们爱听不爱听，请弹幕或者评论告诉我吧。拜了个拜。